小飞，爸爸走了，你也走了，你让妈妈怎么活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没把他圈回来，是你杀了小飞啊！是你！那么大个事儿，也不跟家里商量一下？我要是说了，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咱们家已经有2个警察了，爸走之前让愿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就是要当法医。不行，你不让你去。哥，不要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年轻人总要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吧，妈迟早会理解的。妈说的对，你们老于家都是云老的。哥，你也是老于家的。哎，哎，走了。凶手把尸体藏在标本里，标本室很有可能就是第一现场。如果凶手真的在这杀人，那后山被扒开的铁网呢，就有可能是凶手逃走的地方。还没有找到他的头颅吗？已经派人去搜了。
有人清理过。来。吴敏诺，这很可能是分尸的第一现场。 以前那2个房间是连着的，后来都空了，左边房间才变成了标本室。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人在用那个301实验室。王教授肯定是搬新楼的时候配了把钥匙，偷偷的在用那个实验室。黄教授是主攻研究哪个方面？脑部神经，他可是解剖学的老专家，人称黄一刀。哎，王教授没做什么影响我们系上名声的事吧？ 没有，我们还在调查中。哦，他办公室。王教授，王教授，没人那你能帮我们开下门吗？啊？可以。
们什么人？进我的办公室干什么？公安、警察。不是刘媛媛的头颅，而且这些都在福尔马林里泡过很久。齐主任，韩队跟祝队想知道你这儿有比对结果了吗？没有发现被害人的头颅。大队那边在后山和标本室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还没有。不过带回来一个人，是301室的黄教授吗？是。他们在哪儿？黄占明黄教授，请问上周二下午你人在哪？都做了些什么？不记得。不记得，那这些记得了。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我认错。他这就认罪了。那请您说说吧，怎么杀人的？杀人？我没有杀人啊！那分尸呢？这些头颅啊，那是从捐献者的遗体上取下来的。这女的我没见过，我没有杀人。我是说，我利用学校的资源做我的实验。我是说，我愿意承担学术上的责任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您做实验的都是被捐献的遗体？那为什么从标本室到实验室，有大量的血迹被清理的痕迹？那不是我的实验室。学校不让我继续研究了，我就找了个旧实验室，我继续研究，仅此而已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人脑的组织解剖，那是一项非常精细严谨的工作，这怎么可能有血迹？不可能啊！如果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尸体出现在你的实验室里，被分解和切割，会有这么多血迹吗？我不认识那女的，我没有杀人。行，那我们换个问题，你在办公室是怎么吃饭的？随便，外卖是吧？对，在手机上刷到什么吃什么。这个外卖单上有日期，从8月31号到9月15号这些天，你连续在春季菜馆点餐。春季菜馆是自己负责送餐，没有外卖。这个是春季菜馆的员工。9月16号他失踪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点过这家餐厅的餐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我嫌在手机上选来选去的麻烦，它耽误时间，我就选中一家饭馆吃饭，有问题吗？况且那送饭的，我都一直让他摆在门外，至今是谁送来的我都不知道。
黄教授，我们知道您是脑部神经的专家，主要擅长脑岛叶神经解剖与胶质神经元肿瘤。像这种脑部神经解剖与疾病的关系，是需要大量的实际解剖案例做支撑的，对吧？我们还打听到您的同事说，您一直都觉得您的实验受到阻碍。如果能够让你大量的做实验，您一定会创造医学奇迹。这些在您的笔记本里都有记载的。所以你是想用刘媛媛做活体实验，然后不小心把她给杀了，然后把她头颅藏起来，再四处抛尸，混淆我们，对吗？是，为了我的实验，我愿意去杀人。我幻想过无数次，解剖人的大脑，看看里面的秘密。哎，就现在，我看见你们俩，我都有极度的渴望打开你们的头颅。我是医生，我需要找到大脑老化的药。只要我的研究能成功，干什么我都愿意。但是，我请你们拿出证据，来证明我杀了这个女孩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头颅的来源，希望你之后配合调查。邱主任，我先回去。韩芳，这块表我借李明带过，这个刻字就是李明刻的。你醒醒，不是所有人都和原钻有关。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杀害刘媛媛的凶手。你做好你的工作。韩芳，做好你自己的工作。有情况，这里。抢那个我。大概。找着了。黄正明的笔录，小七已经去核验了，一共有6个头颅，有一些是从黄正明通过私人关系捐献中心获得，有些是从医科大学不要的人体标本上摘下来，证词没问题。韩队，有新发现。如果凶器是这个锤子的话，这个凶手应该有一定的医学背景。
或许可能就是医科大学的人。黄正明办公室有搜到类似锤子吗？没有。死亡时间多久啊？根据学校后山土壤湿度以及空气的温度，结合内脏、头部外表皮的腐化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天之前的下午2点到6点左右。韦小溪，帮我去查一下黄正明的不在场证明。就目前的证据，我认为我们很难锁定黄正明就是凶手。我们怀疑黄正明是认为他会用死者的头颅做脑神经研究。尸体除了右侧颅顶有致命的敲击伤之外，尸体上没有任何解剖过的痕迹。换言之，黄正明并没有用刘媛媛的头颅做脑部研究。还有，这个是黄正明提供的捐赠者名单，而这个是从301室搜出来的笔记本。笔记本后半部分的字迹和名单上的字迹非常接近，但是你们再看看前半部分的字迹，这完全是不同的字迹，难道是同一个人写的？没错，这2种字迹都是黄正明的。帕金森病患者的字迹往往就会越来越小，这被称之为微书症。患者会因为手部不自觉的颤抖，导致字迹出现不规则的线条，这完全符合黄正明现在的症状。而且，标本楼301室黄正明切下来的头颅，切口处非常的不平整，而刘媛媛的头颅，切口处相当的平整利落。那以他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精细的分尸吧？除非有人在帮他。喂，老万，你去帮我查一下黄正明的病历，从医保系统还有学校的报销记录去看，顺便查一下他的人际关系网，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根据法医推断出来刘媛媛当天的死亡时间，我们查到了那之后进出过标本室的人，包括刘炳仁副教授、学生谢强、王文凯教授、黄正明教授、张芷琪助教、罗凯副教授、高慧兰教授、学生吴敏，共8人。查到黄正明病历了，他得帕金森好多年了，今年病情加重了，已经很少去医科大学授课了。人际关系呢？黄正明没结过婚，一直独居，也很少跟别人往来。以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基本可以排除有人帮他杀人的嫌疑了。大家都觉得他很难相处。行，先把他放了吧，让他暂时不要离开本市，随时配合调查。小宋，你去吧。行，我现在去。也就是暂时我们可以排除黄正明的杀人嫌疑，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：第一，凶手是有解剖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；第二，他知道标本室和黄正明的301实验室是相通的，所以他才会想到把尸块藏在标本里，然后再用清除血迹的方式引导我们找到这个实验室，栽赃给黄正明。我也问过那栋楼管啊，据他说啊，这个标本室和301打通使用应该是10几年前的事了。最近这些年都是分开使用的。知道这个事的人应该不多，应该都是医科大学的人，而且在这个学院应该待的时间也不短。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，刘媛媛死亡当天进出过标本室又符合条件的人，就只剩这3位了。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鳞状细胞癌的特征。它的发病率呢比较多见，多发于大于40多岁的中年人。哎，小苏，哎，徐主任，听说黄正明已经解除嫌疑了。对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有杀人的嫌疑，也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在帮他杀人。
怎么了，齐主任？黄教授，黄教授，黄教授，您这块表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？你和李明什么关系？你是在审查我呀？啊？那行，请你出具相关手续。没有，别耽误我回家。当年我在车里只发现了你那个 DNA， 而你是在昏迷的状态下看到有一个人，你的直觉还有你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。齐子哲，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你只是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江城医大最近在研制一种新药，如果研制成功了，不知道能拯救多少人的命呢。你知道我做心理医生这么久，最害怕碰到什么样的病人？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肯醒来，还是执着着不愿意相信的那种。根据我们今天3组走访所得到的线索，刘炳仁和王文凯确实是在案发当天的早上和下午分别去登记，并且领取了大体。他们在领取了大体之后，刘炳仁去了实验大楼上课，一直上课到傍晚，期间有学生可以证明；而王文凯则去了行政大楼开会，也有目击证人，所以他们2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那高慧兰呢？小溪。高慧兰去标本室领取大体的时候，有学生陪同。我问过那个学生了，说没有什么异常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仨同时都有不在场证明。是的。哎呀，得，咱们这么久却白忙活了。小溪，刘媛媛的通话记录还有银行卡记录有查到吗？有什么异常？刘媛媛的户头没有什么特殊的资金往来，然后她的购买记录跟通话记录也没有异常，看起来是个生活挺简单的人。案件一开始，小卖部的监控，刘媛媛的倒黑色塑料袋，还有封箱胶条、手套、盐酸、漂白水，还有麻绳。她带这些去医科大学干什么？我们一开始是因为刘媛媛买了这些东西，怀疑她是凶手，结果她却死了。2种可能：第一，她去医科大学本来是想找人密谋一起杀人；另一种可能就是她本来要去医科大学伤害某个人，结果反倒被杀了。那她把这些东西带进医科大学之后去哪儿了？我记得他曾经打过工的地方，那个老板说过，刘媛媛原本是想考医科大学的，这2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说起来倒是也挺可惜的。听他说，他高中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本来是要上医科大学的，后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就一直拖着他那个病重的母亲。刘媛媛上学的时候一定发生过什么事，这有可能是个线索。这样，我们再好好调查一下刘媛媛，看她从小到大认识什么人，在什么学校上过学，和什么人结过什么怨。再把这3个人好好调查一下，看他们和刘媛媛到底有没有关系。是。好。这是所好学校，据说在这儿读书的就没有考不上重点高中的。哎，你好。分局刑警队的。好，请进。哎，谢谢。这个刘媛媛获过这么多奖了。哎，没错，我也是听说呀，她平时学习成绩挺不错的。不过呢，我来这个学校呢，时间也并不长，对学校的很多工作呢也不太了解。不过我们学校啊，在学生档案管理工作这一块一直都很重视，
哈，哎，哦，这是刘媛媛同学当初的班主任陆老师。哎呦呦呦！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分局刑警队的，您先坐。校长跟您介绍过吧？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找您了解一下，您当年有一个学生叫刘媛媛，她上学时候的一些情况。哦，对，跟我说了。像圆圆呢，虽然已经毕业很多年了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算是我很看重的一个学生，成绩很好，一直说想学医，我对他能考上医科大学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但是没想到，他第1年高考就缺考。缺考？为什么缺考？说是得了一场大病，第2年还是在我们这学校复读的，但成绩不是很理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才参加了1门考试，而且考试中途他就出去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后来我想问他，但就再也联系不上。哎，或者你们可以问一下当年的监考老师。哎，没错，关于监考老师这方面呢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教育局查查看。谢谢啊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哎，这个我们能拿回去吗？应该可以的啊。谢谢。好嘞。韩队，这是高慧兰的个人资料，你看一下。去调查高慧兰的时候，不是有个学生跟着吗？他都说什么？那天没什么异常，都是正常程序。那高教授为什么叫你去，不是其他人？你们很熟吗？其实是因为不太熟。不太熟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的解剖学老是挂科，高教授应该也是拿我没有办法，所以在运尸的过程中，有跟我提一些补考的重点。刚刚讲的记清楚了没有？下次一定不能再挂科了。虽然我是学医的，但是我对尸体其实挺害怕的，一直没有克服。这已经是我第2次补考了，如果我再考不过，就拿不到毕业证了。高老师人好，他不想我书白读。去教室领大题都发生了什么？高慧兰和吴敏一起推了一张尸床，离开了标本楼。走，给你看看。你好，这个学生你有印象吗？他我记得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因为他和我教过的一个学生长得实在太像了，但是我教过的这个学生早就出国了。所以你认错人了？我看了一下试卷，一看他名字呀，确实是我认错人了。那，你当时觉得这个同学有什么异样吗？因为我们听说他当时就考了1门，而且中途就离场了。他当时是跑出考场的，我叫了他2声，他没搭理我，直接跑走了，很慌张。哎，那您带过的那个学生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丁由美。谢谢啊。小西，朱队，怎么了？我查到你说那个学生丁由美的资料了，她现在也在合成医科大学担任助理教授。丁由美是高慧兰的女儿。
小飞，如果我能听你哥的话，不让你做法医，该多好！长线压住短线，再打一个结，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就完成了。你不让我自己来，我怎么成为独当一面的好法医呀？好，那你来。我想为那些说不了话的死者找出真相，让那些逝者能够平静的安眠。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法医。如果那天我能早一点接到你的电话，早一点找到你，你也不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给你一个交代。那张穿校服的是刘媛媛，眉心有颗痣的是郑优美。我怀疑他们替考。替考？刘媛媛是不是去实验室找过你？丁优美当时在吗？是他一直在伤害我们。都是你们害的！张宇！圆圆的母亲过世了，我理解圆圆做的一切。学校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，刘媛媛确实从实验室出来之后离开了学校大门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人体组织。移动大体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放在尸袋内的，同时也是最好的障眼法。